在孙禄堂拒绝和王子平交手之前，王子平一直都是当时武术界默默无闻的小辈。虽然相比较于普通的习武之人来说，王子平在武学造诣方面比较突出，但还是没有办法和孙禄堂这些武术泰斗级别的大人物相提并论。也正是因为孙禄堂拒绝了和王子平交手，才让人们对于孙禄堂的真实本领产生了怀疑，认为孙禄堂是担心在和王子平的交手当中落败，因此才不敢应战。但是孙禄堂在拒绝和王子平交手之后没过多久，便凭借一己之力打败了5名日本大力士的合力攻击，更是维护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尊严，让那些想要嘲讽抹黑中国传统武术的日本人汗颜。既然凭借孙禄堂的本领和实战经验能够战胜王子平，那为什么面对王子平的挑战，孙禄堂却断然拒绝，引发世人的嘲笑和怀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孙禄堂已经超过了擂台上生死相搏的年龄。虽然我国古代的传统武术讲求以武会友，在擂台上点到为止，但是从古至今有很多争强好胜之人，为了在擂台上体现自己的实力，都会不留余力的进攻对手，在擂台上伤筋断骨甚至丧命之人数不胜数。孙禄堂当时已经年近70，而王子平是年近40的壮年，仅仅是在年龄上，孙禄堂就已经落了下风。虽然孙禄堂在当时武学界上的地位以及实战经验方面占据优势，但是孙禄堂却不屑于凭借自己的名望来获得此次交手的胜利。因此面对王子平的挑战，孙禄堂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这也让王子平认为孙禄堂不敢与自己交手，所以才会让人们构成误会。实际上孙禄堂绝不仅是因为自己实力不足而心生胆怯。孙禄堂过完70大寿之后不久，便有5名日本大力士公开挑衅中国传统武术，同时他们还点名要孙禄堂接受他们的挑战。如果孙禄堂不敢应战，那么不仅仅是孙禄堂个人，就连传承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武学也将受尽屈辱。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武术，孙禄堂公开应战在擂台上，面对几名身高体壮的日本大力士的嘲讽和合力进攻，孙禄堂游刃有余。几名大力士先是依次压在孙禄堂身上，要知道孙禄堂已经70多岁，面对几百斤的重量，孙禄堂居然还能够做到从容应对。只见他稍微用力，几名大力士瞬间被弹开，随后孙禄堂只用3两招就解决了这次对决，日本大力士全部落败。孙禄堂在取胜之后宛如得道高人，站在擂台之上威风凛凛。70多岁的孙禄堂都能拥有如此彪悍的战绩，更不要说几年前面对挑衅的王子平。因此孙禄堂不愿与王子平公开对战，很有可能是不想让王子平难堪。他知道王子平是当时中国武术界的新星，想要给王子平留出一定的成长空间。如果王子平在和自己交手的时候落败，势必会打击王子平的练武之心，那将会使得中国武术界缺少一个可栽培的人才。只能说孙禄堂面对王子平的挑战，所思所想全部都是为了中国武术未来的发展。武学界的一些专业人士推测，如果当年孙禄堂以60多岁的高龄与王子平交战，王子平即便占据自己年轻力大的优势，也未必能够战胜有充足实战经验的孙禄堂。毕竟孙禄堂可是和黄飞鸿、霍元甲同一时期的武术高人，算得上是一代泰斗。并且孙禄堂在晚年已经看到了习武之人的最终目的并不是通过打打杀杀来获得荣耀，而是从练武的过程当中获得人生的真谛。因此单从对于武术的了解程度这方面来看，王子平和孙禄堂还是有着较大差距的。中国武术向来讲究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为宗旨，武学造诣越高，争强好胜之心也就越低，所以一些武学泰斗的大师基本就不会像年轻人一样想通过比武获胜来赢得江湖人们的尊重了。但中国人从古至今也向来团结，外敌入侵也会一直对外，所以孙禄堂虽然拒绝与年轻的王子平一决胜负，但面对日本武士，面对外族入侵，挑战中国武术权威，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即便70高龄，依然要擂台上见分晓。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